中国人过日子难到什么地步了？难道一包方便面都要掂量着买？曾经它是无数人深夜加班的救命稻草，是无数打工人在临时工棚里唯一的热乎饭，是无数大学生熬夜复习时桌上那碗热气腾腾的陪伴。但如今，这个曾经便宜又方便的国民食品，却在中国市场悄然滑落。2025年8月14日，中国官媒报道了康师傅最新财报，数据像一记重拳砸在了很多人心上。上半年，康师傅营收约400.92亿元，同比下降2.7%，销售额直接减少了11.09亿元。方便面和饮料这两大核心业务同时下跌，方便面营业额仅134.65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少了3.49亿元，下滑幅度达到2.5%。饮料更惨，营业额减少7.06亿元，下跌2.6%。别以为这只是一个品牌的起伏，这是一个时代的信号，这是中国人餐桌和钱包同步缩水的真实写照。在物价上涨和收入停滞的双重挤压下，连一包几块钱的方便面都成了奢侈消费。经销体系的收缩更是触目惊心。康师傅的经销商数量从去年的67215家减少到今年的63806家，一年蒸发3409家。直营零售商也从220623家降到219124家，市场网点正在一步步缩小。这不是企业不想卖，而是卖不动，卖了也赚不到钱。安徽经销商张恒的故事，是无数渠道商的缩影。他代理康师傅饮料近10年，去年3月收到涨价通知，一升装饮料零售价从4元涨到5元，进货价也从约3元涨到3.3元，整箱直接贵了6块钱。这种涨价让终端零售的利润更薄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瞬间下滑。张恒无奈地说，零售价一涨，很多小店干脆不进货了。大连的便利店店主林芳则看得更透，过去工地农民工是方便面的大客户，一买就是几箱，但这2年工地停工潮扩散，农民工找不到工作，很多人回了老家，购买力直接消失。大学生群体也变了，现在外卖动动手指就能送到，它的价格和一桶泡面差不多，还省事。还有螺蛳粉、自热锅这些新型速食品，抢走了方便面的市场。更致命的是信任危机。老坛酸菜事件让康师傅的品牌形象重创。视频里那些穿着拖鞋、光着脚踩酸菜的人，抽着烟把烟头扔进酸菜池，这些画面让很多消费者感到恶心。郑州商场主管高阳说，事件后有商场直接将康师傅产品下架，有的货甚至退回仓库。这种负面印象深入人心，即便之后推出新品或降价，也很难完全挽回。更扎心的是，这种销量下滑并非单一事件，而是整个速食行业的集体下沉。中国的速食消费环境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，从农民工到白领，从大学生到单身租客，消费者不再把方便面当作第一选择，而这背后是经济增速放缓、就业压力加大、实际收入停滞，甚至倒退的现实。当一个社会连最基础、最便宜、最大众化的食品都开始被抛弃，那不是消费者口味变了，而是生活的底色变了。曾经方便面是穷人最快速的温饱解决方案，现在连这点温饱都有人觉得贵，或者说他们已经找到更廉价的活法，哪怕意味着质量更差。康师傅的财报
是中国经济冷暖的温度计。今年上半年的温度冷得刺骨，康师傅少卖11亿元的背后，是一条看不见的断裂线，正在贯穿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。方便面销量下滑只是一个缩影，它像探针一样测出了普通人的生活温度，而这个温度正在急速下降。第一重现实是消费降级已经触底，数据不会撒谎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 3.3%， 而食品饮料类增速更低，扣除通胀因素后，实际购买力几乎停滞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老百姓手里没钱了，而且连花钱的勇气都没了。以前一个月能花300-400块买零食饮料，现在可能只花100块，甚至干脆不买。第二重现实是价格敏感度被放大到可怕的程度。过去几毛钱的差价根本不会影响选择，现在消费者为了省1块钱，会多走2条街去买促销装，会在外卖软件上翻半天寻找免配送费的店。这种心态放到方便面和饮料市场，就是品牌溢价失效。康师傅可以涨价，但他的消费者不会为情怀买单。第三重现实是替代品的崛起并不代表消费升级，而是低价竞争的惨烈上演。螺蛳粉自热锅小品牌饮料看似热销，实际上背后是价格战和成本压缩。很多产品为了压低售价，偷工减料，牺牲质量，甚至放弃品牌建设。他们在市场上横冲直撞，抢走了康师傅的份额，但没有一个能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。这是一场低质低价的大淘沙。第四重现实是信任的坍塌不可逆。老坛酸菜事件像一个长钉，钉在了康师傅的品牌史上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任何负面事件都会像滚雪球一样扩大。你可以花钱做广告，但没法抹去消费者心里的恶心感。对一个食品品牌来说，失去信任就像切断了血管。无论价格多低，广告多好看，销量都会萎缩。第五重现实是产业链的连锁反应。康师傅的生产涉及面粉厂、调味品厂、塑料包装厂、物流运输公司，每一环都有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小企业依赖订单生存。销量减少意味着订单减少，工厂开工不足，工人被迫放无薪假甚至裁员。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已经连续3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，制造业整体处于收缩状态，而方便面行业的萎缩正是这种收缩的一个微观样本。第六重现实是没有新的国民品牌来接班。90年代康师傅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符号，便宜、快速、大规模生产，满足了亿万消费者的需求。但今天的中国市场，消费习惯碎片化，年轻人追求新鲜感，老百姓追求性价比，渠道竞争混乱，品牌信任脆弱。没有一个企业能像当年的康师傅那样，把市场重新点燃。这种多层叠加的困境背后，是一个更残酷的逻辑。当方便面这种最低门槛的食品都卖不动的时候，不是消费者变挑剔了，而是他们的钱包缩水到极限，消费信心跌到谷底，就业环境和收入水平持续恶化。从数据到街头巷尾的声音，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：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临界点。这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学里的增速放缓，这是渗透到每一个普通家庭日常生活里的无声溃败。康师傅少卖的11亿元，看似只是一个财报数字，
实际上是无数个原本会掏钱的人，现在选择了不买；是无数个农民工回到农村；是无数个便利店减少进货；是无数个消费者站在货架前犹豫又放下的一瞬间。当一个国家的消费市场从热闹到冷清，从主动消费到被动节省，从信任品牌到怀疑一切，这不仅是企业的危机，更是社会心态的危机。方便面销量暴跌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个开始，更深的含义还在路上。